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聊艺团的5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对待爱情，你可以简简单单，但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西大。爱情不是战场，而是修行的道场。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不仅仅是彼此的凝望，更是看向同一个方向。大家好，我是雷鸣。爱情这事儿暂时 DeepSeek 还解决不了。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像奶茶，可以加热、加温、加糖，但一定要去冰。爱情也是很多元的哈，现在人工智能也来了 ，DeepSeek 雷老师说了，解决不了爱情的问题。确实解决不了。如果有爱情方面的困惑，还是得来我们爱情保卫战哈，看看今天的情侣遇到了怎样的困惑，我们来认识一下，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谢先生，38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陈女士38岁，来自广东，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婚姻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以前在感情上犯过错误，但是他后来也报复我了，但他一直记着这仇，所以呢，我们的感情就一直从这坑里面爬不出来了。我们之前差点离婚，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选择继续跟他走下去，但是我发现他越来越不爱我了。你最看不惯对方的哪些缺点？他脾气特别暴，总是对我大吼大叫的，而且特别不尊重我，家里的大事都是自己做主，家里钱是我赚，活是我干，饭还是我做，他就负责添乱。他的性格像个巨婴一样。哎呀，这感觉是新仇旧恨呢哈！好多年前出现过很严重的感情的裂痕是吗？对，以前在婚姻中这个也亮过红灯吧。方便说说犯了啥错吗？可以啊，来就来了，就说说嘛。我们是09年结的婚，因为是这样，我们俩是那个初恋，就是之前我们都没有彼此谈过恋爱，然后可能对异性有时候吧可能会有一些鬼迷心窍。就是15年有几个朋友说要出国去泰国去旅行，那一阵刚好我们有时间，我觉得那就带他一起出去玩一下。在曼谷的时候，那时候也无聊嘛，就打开那个手机软件，就加了一个附近的人，一个女的，也是上海这边过去的，然后就跟她聊上了，就聊得挺开心。然后过2天呢，我们一起转了地点去了那个芭提雅啊，跟那个女的聊，没想到她也在芭提雅，然后说聊着聊着，要不说咱俩见一面啊，认识呀，交个朋友。我就说那个可以，这事我得瞒着她呀，然后就跟她说跟那个几个朋友去吃个宵夜，我就去了。但是后来这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她知道了。到那个对方酒店的时候，就她也在那，她就尾随我，应该是就把我逮住了，然后弄这个事儿就闹得很不开心。那我不尾随你，那后面发生什么事，那谁知道呢？这不也没发生什么吗？这就没有对，没有。我想打断说一下，因为是这样子的，本来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蜜月，啥都没有。本来这是说好就是当蜜月去旅行的，那想想当蜜月旅行，然后结果他给我搞出这种事情来，那你觉得我心里能好受吗？那不也没发生什么吗？而且这个事情确实我是有错的，我也认错了，而且后面我也很诚恳的也给他保证以后不再去那个拈花惹草、开小差或者出轨之类的。如果有的话，那家里所有的东西、财产什么小孩全部归他，我就净身出户。我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错态度嘛。我说要离婚了，已经去那个民政局了，然后他死活不肯，那这个坎就留给我了，我自己就过不去了。那你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认错态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过下去？那你后面就是脾气就变得很差，然后一点小事就跟我大吵大闹的，而且到后面他这个也变得很冷漠，对我不管不顾的。这个应该是到了转年16年的时候，无意中我就有一次趁他不注意看他手机，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他跟一个异性朋友，应该是他那个一个同学一起聊天，很暧昧到什么程度？老公老婆彼此就是这么去称呼，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事情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呢，我跟他结婚之前呢，我这个是属于学长来的，他就已经在追我了。那假如我要跟他有什么的话，我就不会再有跟你一起了，知道吗？然后后面呢，我不是说有这些事情了吗？我很伤心，然后我就会发一些朋友圈，然后他看到了，他就一直对我嘘寒问暖的，就问我发生什么事。然后我那段时间不是很难过吗？所以我就一下子我就把他当成一个输送的
一个点，我就什么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们还会一起玩游戏，我们就是有这个爱好。可是后面不是被他发现了吗？女士，稍等，怎么从老同学变成老公老婆的？就是一个昵称。哎，不是女生，谁先提出来的？是专属称谓，这一点要搞清楚。老公老婆是非常严肃的专属称谓。那就当我是故意在报复他吧，我就是有意的。哎，这个男生他有家吗？没有，还没结婚。我就要离婚。我说既然咱这样，咱也别过了，咱们就那个就分了算了。就你不仁我不义，咱就散了。对呀，你这么既然跟人家这么亲热，然后你就去跟人家过嘛，结果他又不同意。那因为我当时我跟他聊天，我并不是想要跟他在一起，也没有想着要干什么，只是说我这个心里这个坎过不去，我就跟人家一起这样聊上了。那我也没想着要离婚啊。你都老公老婆叫了，那外面既然都是老公了，那要我这个老公干嘛呢？那就离嘛。就先生，你得知道你在外度假约见别的女性，对妻子造成了伤害，有伤害对吧？对，这个确实是我。那妻子不管出于任何原因，报复也好，泄愤也好，只是这么一个昵称也罢，叫别人老公，对你真实的生活中老公有伤害，你承不承认？有伤害啊。好，到这儿行了，这事儿说完了。作为一个你们感情路当中的重大的坎坷啊，2根刺戳在这儿了，那后来这不也没离吗？又过下去了。哎，我也想，反正我也有错，他也有错，那就算扯平了嘛。扯平，大家就继续过下去吧。因为孩子也好几岁了，也那么大了。离的话对小孩也会有影响，所以说呢，就继续过。我们一直在深圳嘛，那时候也挣了点钱，我就想那在深圳安个家，对吧？买个房子。就因为买房子这个事儿，又开始这个闹别扭，因为那阵房价涨得很快嘛。经常一天一个价，就觉得我们再不买，以后更买不起了。然后呢，我就有个朋友是做中介的，就邀我去看房子。他也说那行，那你去看一看。后面呢，有一套挺合适的小的2居室，然后100多万，我那时候手里面也就40-50万，够交个首付，感觉挺合适的。然后呢，我就觉得那就赶紧就趁早不趁晚就把它买了得了。结果我就那个签了那个买卖合同了，给了定金，给了几万块钱定金。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以为打电话说买房了，这是好事嘛，他会很开心。没想到我一打电话他就炸了，他说啊，那我都没看，那你就买了。是啊，那我怎么开心呢？这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你根本你就没有等我一起去看这个套房子合不合适我们，然后没有经求过我的意见。那不是然后你这样子等于是不尊重我吗？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里面。这个就算了，他又给我闹什么呢？就说那房子上你签合同有没有写我的名字？他说有没有写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写我的名字就够了。他说那你一定要写我的名字。我说这个咱俩是婚后财产，不管写谁的，写我一个人的也好，2人也好，都是咱俩共同财产。他就说那你不行，你就得写我的名字。我说那合同都已经签了，对吧？而且我那个当着他面，我跟他问律师朋友，对吧？说这个是不是共同财产？说是，也给他见证。他就不行，他不行，你反正你没写我的名字就不行。我是觉得他一直没有尊重我。那既然是我们自己共同的房子，我是不是有参与权？我是不是有可以一起去看的那个机会？他都不给我，他自己先斩后奏，交了定金了，就不尊重，对，不重视，不尊重我，甚至还可能有私心，是吧？对，是的。那这房子住进去了吗？没住，因为他给我一直闹嘛，后面我也就置气。既然好事你都觉得这不好那不好，那干脆别买了，过了户就把它卖了得了。他说你卖了就卖了，我说 OK。结果过了户真的没多久，2-3个月，然后我就委托那个中介朋友，真的就卖了。结果是什么？那个房子给了佣金，给了那个税费，杂七杂八的就没挣钱。然后卖了之后呢，房价蹭的往上涨，这样当然跟我没关系了。哎不，你俩这不是彼此有仇，你俩是跟钱有仇呀。接下来又有些事，我就感觉他老是跟我对着干。到了1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做健身行业嘛，在深圳，然后呢有个机会我就盘了一个健身房，2000多平米，然后就想好好去经营，因为我前面也一直从事健身行业，我就想把他也参与进来，我们俩一起夫妻嘛，一起同心，一起努力。我就主要经营管理，他呢就等于说是老板娘的角色，做那个财务啊管账。但是呢，这个时候又出一档子事儿，就是他弟想那个做健身教练啊，因为他之前做其他的行业的，想做健身教练，他就跟我说，他说那要他弟也过来上班，对吧？那我做一个经营者，做一个管理者，我一开始反对的。为什么？因为本身我们是夫妻在管这个店，都有点夫妻档的感觉。那你如果把他弟叫过来，是不是就想那个家庭作坊？那其他员工、其他同事该怎么看、怎么去想这个事儿？他就不行啊，不依不饶，说那我们做姐的、做姐夫的就要帮他，对吧？就好像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就是一定要他来，而且还跟他爸妈说，他爸妈打电话给我，对吧？说那你就让他来嘛，对吧？你们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妥协了。我说来就来吧。来了呢，做一段时间，那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自己受委屈了，这里压力大，那里压力大，同事们对他不好了什么？对呀，那当然受委屈啊。是为什么？主持人，我跟你们讲，我跟他不是从初恋开始一起吗？因为他是北方的，我是南方的，然后父母一直很反对，说家太远，然后父母也担心，父母就把我锁在家里面，导致我翻墙出去，跟着他，而且私奔了。所以这个事情私奔了之后呢，我父母一直没同意，直到后面我们结婚，我父母也没有来。所以他对我们家里面就是一直心里存着一个那个恨在那里面，他就觉得，你他就觉得我什么时候恨过？对他就是有意见，就觉得看不起他，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点能力了，然后就把我弟搀过来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其实我是想我弟过来呢，一个是我们当姐夫的，对吧？帮衬一下，还有一个我就想缓和一下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这我也出于好心啊。结果我弟来到我们健身房怎么呢？然后他不单只吃力不讨好，他还到处被人家说他做好了，然后就觉得是靠我们姐夫的关系做不好呢，就觉得他这样不好。然后我弟还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到晚的失眠啊，头发一把把的掉，导致现在不单只关系没有和好，他还憎恨起我们。那我就觉得这个粉饰到末了。这个本身就是这样，那你说下面他怎么相处，我也不太很清楚啊。那你说我对你们家恨，这怎么谈何说起呢？女士，你说一个姐夫怎么对妻弟不好了，让他恨上这个姐夫了呢？有一天是遇到了一个业绩的问题，本来正常的话是我弟的业绩，可是后面呢，就是有一个教练跟他争执，他为了息事宁人，就把责任全部又推到我弟身上去了，就把业绩都给了那个教练了。那我弟就很委屈啊，摆明这个业绩是我自己争取来的，为什么到后面姐夫为了息事宁人选择牺牲了我呢？是不是？因为他是我小舅子嘛。那如果说我偏袒的话，我从管理的角度我难以服众啊，大家会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后面这个因为经营也亏损，对吧？所以说后面我也没做那个健身房了，就把它又转出去了。所以说导致这些年我们这个经济各方面不是很好，就导致我们就是老是拌嘴，因为哪年这个健身房兑出去的？22年。那就是2年多3年了，没有做生意了是吧？对，就是不太稳定。我现在就属于自由职业嘛，就是跟朋友们之前的一些伙伴们合作，做一些小生意之类的，做一些事情。就是收入还是主要是从你这儿来，对，家庭收入。他就主要就是待业在家。在家是带孩子是吧？说带孩子，我孩子现在也挺大了，就都已经15岁了，读初3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的家庭，我觉得我们都不在一个频道，对家庭的这种责任来讲不成比例，知道吧？就是感觉就是这个钱是我挣，然后甚至饭都得我做，然后他呢就感觉好像就是添乱，对吧？家里也很乱糟糟的，不收拾。我还那个拍了几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坨不是第一堆，那是一堆什么？衣服啊。衣服啊，那就是衣服啊。我们家衣服洗完之后就是往那一堆，就是不会。我以为这什么服装加工厂的布料呢。那我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呢？也和他当年情感出了问题有关。对，这个就是15年，听我说，我15年之前的话，我可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虽然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可是呢，我还是有点条理的。那就是因为那个事情让我打击太大了，我就觉得他不爱我了。你这个都是借口，他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老公老婆在一个家庭，我既然嫁给你了，这个老公就应该对老婆就像宠公主一样，千依百顺，凡是哄着，逢年过节买礼物，然后就是你就养尊处优的啥都不干，这就是他的一个观念。那可是我也干其他事情啊，那我不是也扫扫地啊，晾晾衣服啊，喂喂猫粮这些东西不跟我干吗？看看家里这个情况嘛，那这个是挺乱的，是挺乱的，对不对啊？而且他是什么？网购是一把好手。你说我倒不是说他心疼他花多少钱，就是搞得乱糟糟的。比方说那个买绿植，看到这个想买，那个想买，哎呀，我觉得我买了心情好，买回来不打理，然后让他在那枯萎。那绿植它有个那个期限的吗？它1个月期限或者1、2个月它就自己枯萎了呀。OK， 然后看到那个想吃的，这个水果想吃，那个水果想吃，这个面包想吃，那个零食想吃，一样买一袋，一样吃一点，然后其他的全部往冰箱里一塞到那边。他说是给我们吃，我买给大家吃，你们不吃那坏了。你买那么多，一次性谁能吃完？结果过几天里面都是长毛了，发霉了。我做了饭啊，经常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又去买一堆零食，然后又搞得乱七八糟的。吃饭桌上放纸巾，放那个拆包装，乱七八糟放一堆，旁边就是垃圾桶，他都懒得往里面丢一下。那我后面不是也是我扔的吗？我只是说当时我先不想扔，你那么急干什么呢？清理一下人，那你以为都跟工作呀？人心情会受到影响。打断一下，夫妻两口子啊，你们俩当着孩子的面也这么吵吗？也会有，偶尔会。那会吵得很激烈吗？对啊。
他今天收敛一点了，平时在家很凶的。所以在家比这还严重。也就这样吗？他很凶的，在家里面，那孩子都怕他。所以说，这个孩子怕我，这都是他灌输的啊。我们俩以前因为矛盾什么的，你看以前前些年发生那些事，孩子还小。他什么事都跟孩子说啊，都说啊你爸这个那个啊，那导致我哪里这样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吗？我们之前那个闹离婚的时候，你是不是跟孩子也因为我在我的观念里面，我的孩子他也是我们家庭的成员，多大？他有知情权。15年的时候孩子多大？5、6年级的时候我才告诉他的。你们把这件事情告诉孩子了？我没说。你有没有说自己呢？我们2个人都没说，只是说我们2个那个性格不合，就是他反正就是什么呢？在孩子面前他就是个好人，他就不是这个当妈的样子，他好像是个姐姐的样子，就是什么孩子打游戏啊、玩电子这个看电脑啊、这个看视频啊，他就不管的，导致孩子学习也不好。那我去管一管，就好像我是坏人。你跟儿子说过你想跟他爸爸离婚吗？这个话你说过吗？5、6年级的时候有跟他说过这种想法。就因为我想让孩子也知道这个事情嘛，啥事儿？就知道我们可能要离婚的事情，我就担心就是不让他知道，就突然间让他知道，他接受不了。所以说我说你跟孩子有些说很多话不合时宜。那你作为爸爸，你缓和矛盾。对，当然我的脾气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好，我就想着缓和嘛，想着多付出一点，为孩子创造一个和谐一点的一个家庭氛围。因此去年那个暑假的时候，我还带着孩子，我们还要带着他，然后去了一趟西藏去自驾游。我就想通过这个长途跋涉的一个旅行，让我们长时间处在一起，能聊天啊、看风景啊，心情愉悦一点。吃喝玩乐什么都是我在操心，我在弄，他几乎什么都不管，而且丢三落四的我都忍了，我都顺着他，无所谓，对吧？但是感觉这个结束了之后，旅程回到深圳之后，我这么辛苦这么累，但是感觉得到的反馈就没有那种预期的那种反馈那么好。跟孩子聊说，感觉这个出去怎么样啊？孩子还说感觉这个也没啥意思，好像跟你们出去也没啥意思。那孩子为什么说没啥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直开车的原因吧，我们就是这个路程有点远了，所以他脾气就暴躁，就更加的暴躁了。不是暴躁，一直在路上你那个暴躁就是我就对我们骂得很凶，骂骂咧咧的，然后包括去酒店也是，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把我骂一通再睡。这个根本不是他讲的那样。先生，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啊，你可能认为你不是骂。啊，这个可能我们听起来也不见得就是骂，但是你们俩这种沟通方式，你从上场到现在啊，你那个分贝就没有一次像这个正常沟通一样，咱平缓的说话。当然你太太也没有啊，你俩就跟那个上了弦儿一样，我头越听越大，越听越大，事儿都讲完了是吧？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就很苦恼。所以说你们俩来干啥了？就我就现在就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家该怎么去经营下去啊？2个人都没有不过的想法吗？我现在是在这个边缘呢，我就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家庭氛围这样，那大家都不开心，也没有什么意义。对谁都不好，对孩子也不好，是吧？女士妻子啊，如果这个就调整不好你们这状态了，是吧？10年前的事儿到现在也没个调整，那真调整不好了，你丈夫说，那如果还是这样，咱们算了吧，对谁都不好，你同意吗？那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那要离的话，我们那2年真的就是离了。就是你还是不愿意离，还是想捍卫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的团结，是吧？但是又没有一个态度出来。哎，你行了，你小点声说话，听懂了啊？我们问问这小年轻吧。我觉得挺没法接受的啊。我挺带入那个小孩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父母这样的话，我会非常难受的。其实2边都是会有点错，包括他孩子夹中间也挺难的。初恋加私奔。折腾的一地鸡毛，做男人的要经得起诱惑。男士很坦荡，当年在感情上的错误，我不说他痛心疾首，他是后悔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你是选择了原谅。你后来出现的事情，很显然。一旦夫妻的感情出现破裂，诱惑他就会趁虚而入。我不认为你就是拿这样的一件事情去报复自己的丈夫，是别人的诱惑来了，又加上这一件事情，它成为了一个混合体。你们2个人显然都错了，但是既然2个人选择了相互原谅，那就放下前嫌。所以你们2个人都需要反思，所以你们自己选。如果要改变，2个人都做出改变。如果真的不想过了，孩子也15岁了，
那就明明白白在爱情保卫战的场合说清楚，也是一个办法。二位，男方呢，通过这些总结下来呢，其实想要的是女方的一个态度，然后女方呢，其实更多的想要男方的爱，但是始终你们都没有搞清楚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也没法跟对方表达清楚。态度是什么？态度是你们有事情要商量着来，别总乱猜乱想，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尊重一下彼此的需求和感受。就像你们会来爱宝这件事情，这应该是商量来的结果吧，至少是双方都同意的，这就算是第一步。第一步的态度已经有了，而且我相信男方来这儿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哎，听听几位专家老师，我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分，肯定不是，是想着看看我这个事儿还有没有解法，其实都还是想好的。然后关于女方需要的爱，爱它其实分了很多种层面，或者说它分了好几种语言。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需要的是精心的时刻，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对方陪伴我，和我一起共同沉浸式的做一些事情，我能感受到爱。然后有一些人呢，可能对于赞美的语言比较敏感，比如说我老公能够夸夸我，哎，今天又变漂亮了，或者夸夸我勤快了，那我可能会感受到爱，然后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勤快，而不是数落我说，哎呀，我不做家务，我干嘛的，那我反而我就反抗，我更不做家务，恶性循环。可能这一点就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女方反复的在强调说，在家里啊，男方可能态度非常的不好啊，甚至可能骂骂咧咧的各种。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包括通过我对你的观察和一些细节，简单的做一个分析呢，可能你是属于听觉型的人。人分了3种类型：听觉型、视觉型和感觉型。可能女方更偏向于听觉型加感觉型。当然这个可能不是很准确的，想要很准确的去测呢，可以到我的公众号啊，这个是免费测的。所以很多的情绪一些点在女方那儿是加倍的，所以给你们支个招很好使，就是你们2个人啊也别吵了，也别当孩子面吵，你们有事啊发消息说，就发消息，发文字消息，你嫌打字慢没关系，语音转文字，你的强度会减弱，强度会减弱很多，而且孩子不用跟着你们吵了，跟着你们听这个东西了，不光是为了你们2个人，哪怕为了孩子也要去好好考虑一下这点。好，谢谢西大。如果也想找西大帮大家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西大，添加关注，然后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粉丝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哎，你老公在就是出现那件事儿啊，那根刺之前，他会这样就沟通，天天都是大喊大叫吗？嚷吗？对，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肯定不是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他走了。哎，对，所以是婚姻的头几年他是忍得住的，是吧？嗯，对。所以他就像一剑开启了那个大嗓门一样，这一剑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刺儿，这是他身上的一个牛。从那个之后，你们俩的夫妻关系，我觉得啊，不是你们不相爱，也不是犯了错你不能原谅他，而是从那个时刻开始，你们的模式就坏了，模式错了，再相爱也是2个互相拿着枪的人，互相刺对方。我有个方法，分开一段，哪怕你去外地打工，反正你也兼职嘛，分开一下。你们已经形成一种惯性的这种你一句我一句，你骂我一句我回一句，10年了这个模式，你们已经不会好好说话了，当着孩子的面都毫无顾忌了，靠我们几个说几句话你俩就好了，回去相亲相爱，每天老婆我爱你，老公你最帅，很难。不如把你们这种过热的状态冷却一下，不是让你们冷掉感情，是把这个运行的错误的但是又高速运行的模式停一停，把那个钮摁一下暂停，咱切换到另外一个轨道上。距离产生美，有点距离吧。女士，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孩子15岁了，也不需要你天天早起晚睡的陪他了，对吧？人家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判断了，旅行都不愿意跟你们去了，所以你的关注点我觉得应该是你的自身。干嘛待业在家呀？你也工作了那么多年，跟你老公也创业也打拼，自己做点事儿啊，也让儿子看看妈妈不是每天就盯着爸爸或者陪着你，妈妈也有妈妈的人生。你们把彼此的注意力更多的关注到自己和自我发展成长上，能让你们现在这种激烈的模式停下来，换一个赛道，我觉得你们的婚姻还有的救。否则你们这样持续下去，3年以后
就是你们婚姻解体的时候。儿子上大学走了，你俩更是天天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更完蛋了。所以你们如果摸摸自己的心，感受一下曾经的情，这份情如果还在，就去找一个冷静的、缓和的方式继续相处。为什么他就应该去挣钱？因为他在2015年对不起你。为什么他做了一切回来还得不到好脸？因为他在2015年对不起你。其实你特别明白怎么让自己丈夫的音量降低一点，你特别明白。我问一下，你能白天在家抽一点点闲工夫，做第一件能让你丈夫晚上回来声量降低的事儿是什么？收拾家里。您以前预判过吗？还是您认为您做了这些都是没用的？就单纯的不想收拾，不想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一弄得那么好，我就觉得我不开心。为什么收拾好一点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如他意我就不开心。对，因为他在2015年对不起我。所以我说分开一阵子，也许你们才能体会到对方的珍贵，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做错了，它还有很多给我的爱、支持和温暖。哎，就是另外呢，就是孩子能不能别跟你们俩？我先问一下陈女士，您觉得行吗？因为你们现在双方对孩子都不会有积极的理解，你们甚至不会想怎么做一点孩子会感觉更好。我在家扫扫地，我不愿意，因为这会让我丈夫开心，我不愿意，这时都忘了。我这么做完之后，我们家孩子回到家之后，家里干净点。你们的婚姻当中，斗争已经成为主旋律，所以其实呢，给孩子一个相对宁静的环境，可能孩子会开心好多。这是我给您的建议。为什么我给您建议呢？因为他的原话是处在临界点了，您的原话是，您可能跟他分开之后，您还需要维护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您是弱势，您现在也不工作，然后很明显您刚才也不是太愿意去工作，因为占到的便宜吐出来，这对谁来说都是个损失啊。我没有说他对或者不对，您需要他继续错下去。2015年，您可以一直记着，这是您的权利，没人能左右您的记忆力。但是如果您不想把这件事情利用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驱使他单方面为这个婚姻每天去工作呀，去做家务啊，去承受一些消极情绪，然后他一定会反馈消极情绪的。如果您放弃这个的话，您可以忘。我接着雷老师的讲，女生你撒了一个谎，你的不开心不是因为老公做的那件事情，我们再往深里去想，你的不开心是因为你明明接受不了老公做的事情，但你却离不开。你不开心的是自己，你恨自己无能。为什么每次做的事情都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你为了和他在一起，你违背了父母的意思，跳墙而出。你为了惩罚老公做的那件错事，你做了一件更加错的事情。为什么说更加错呀？老公的那件事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他没有成型。你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确定性，老公会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你又无法自证。你明明想维护自家和老公之间的感情，你把弟弟拉了进来，结果弟弟恨上了姐夫，你和老公之间又产生了更深的矛盾。你明明是一个弱势心态，你拉着自己的儿子做同盟，想让父子对立，伤害了儿子。这一件件你做的事情全都非常巨婴，你一直是在闹，一直是在用情绪来绞杀你的感情，你却无力走出来，你好纠结，所以你不开心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彼此做的那件事情都是错的，对吧？能原谅吗？都不能，因为他的伤害不是一次，而是每一次你想起来之后都会有伤害。我们既然面向对方的错事无法原谅，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认真记住，换一个角度，你们做了同样类似的事情，对吧？好，你能够原谅自己做的那件错事吗？老公，你可以原谅2015年你做的那件错事吗？
各自原谅自己做的错事，因为你们俩性质是一样的，互相捅了一刀，没有扯平，因为都受伤害了，没平。但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原则的事情上，你们的底线都一样，还能自洽，还能原谅，那就放过对方吧。放过对方就是放过自己，给彼此一个机会吧，继续走下去。好，你们思考一下婚姻继续相处的模式，好吧？休息一下，听听小情侣的故事。来，请坐。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王，22岁，来自安徽；学生小李，21岁，来自安徽。带货主播，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怎么评价你们的感情？我们俩就是恋爱搭子，我在他心里可有可无，他对我冷冰冰的，一点温度都没有，我可伤心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恋爱的样子啊，时而有矛盾，我觉得挺正常的，只是他过于的自卑、敏感、多疑了。你希望你们以后如何发展？他再这么冷酷无情下去，我真的觉得我们俩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但是我确实有点舍不得他。我是希望好好谈下去的，只是希望他不要老是胡思乱想。他对我付出也挺多的，我也不想有负于他。谁先说说呀？这怎么就变成恋爱搭子了呢？就是他一直对我冷冰冰的，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慢热，后面我觉得他根本就热不起来。然后我朋友圈里面都有他朋友圈里面我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我就非常没有安全感。为啥不发？导师是这样的，因为我平常是不太喜欢拍照的人，我也不太喜欢发朋友圈的人。他就不发朋友圈，他不是单独特殊针对你不发你，是他就不发朋友圈。但他平时去聚会的时候他发朋友圈呀。所以你觉得他不重视你哈？对。不发朋友圈算是冷，那还有什么事儿算是冷呢？就是他前段时间生病了，然后他发烧好几天，然后我都不知道，我最后还是通过他朋友告诉我说他生病了。他当时在考4、6级，我觉得我就发烧2天，我自己在家休息个2天就可以了。你怕他影响考试？对。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自己身体不好都不告诉对方的，这一般都是妈对儿子吧。我要生病了，我也不跟我儿子说，我怕影响他学习。但是我作为他男朋友，我难道连这点知情权都没有吗？我觉得我已经被他忽视了，就是被他隔绝在外。不，人家说了，不是忽视，是重视，怕影响你学习。我觉得他真的太敏感了。你敏感吗？你承认不？他每次都这样冷冰冰的，我不得不敏感呀，我不得不多想呀。如果他愿意跟我沟通的话，我会敏感吗？那你也和他的朋友啊，他朋友圈多接触接触。这不虽然没发朋友圈，但他朋友都知道了，不也等于官宣吗？然后你跟他朋友关系好了，他朋友自然会告诉你，你女朋友生病了，他怕影响你学习没告诉你，但我得告诉你，你这不就近乎了吗？可是他之前参加聚会啊什么的都会带我去，但自从他上班了，他都不带我去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现在上班的朋友呀。导师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之前是经常带他去，他总是一个人坐旁边冷冰冰的，我朋友找他说话他也淡淡的，那我找他说话也淡淡的，很尴尬。主要是他们说他们工作上的事我插不上嘴，但是我就想在他身边陪着他，我有错吗？就是其实你愿意不说话在旁边陪着。对，导师我觉得啊，因为我生活的朋友或者工作的朋友，他总淡淡的，别人尴尬我也尴尬。就当他是保镖嘛。你说我男朋友是个 I 人，不说话，戳在那儿不行吗？就是导师，我们俩虽然都在合肥，非常近，但是他工作他忙，我能理解。我上学也非常紧张，然后我们1个月总共也见差不多就1、2次，然后呢，我们俩见面总共2个小时，就一直在打电话，要么就是在发信息，就忙工作。我很搞不懂他为什么工作和生活他分不开，对我一点都不关心。我就是想，我都跟他见面了，我想跟他分享一下我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我也想知道他在工作中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跟我说，我真的很费解。这孩子委屈的呀，你就不能跟人家聊2个小时天吗？因为我的工作是带货主播比如说我每次我可能需要新的货盘，我需要向上面人跟他沟通，得交流一下。那我可能包括我每天播个6到7个小时，我自己嗓子也很累。我觉得情侣之间就放松时候嘛。你想说是你很累了，包括现在你嗓子都有点哑，所以你想
对，就是不工作的时候就不想说话了，是这意思吗？可能说话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想跟他沟通呀，因为我一个月就跟牛郎织女一样，就见那么几面。你不说你安安静静陪在旁边就行吗？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我这个人就是一个表达欲非常强的人，我想跟他分享呀。你心疼一下吗？他发生什么事情，一切工作都是透明的，你都看在眼里啊。他就是确实是忙呀。可是我经常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我呀。我就想通过线下的时候，我能跟他多沟通沟通。我就想他把工作和生活的分开呀，不能把工作放在前面呀。我觉得我很没有存在感，我现在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男朋友说了嘛，咱俩1星期也就见这2小时，你就不能提起精神头，放下工作，把你那疲惫也收一下，也稍微对我有点热情，是这意思吧？对。可能我自己性格可能是比较偏冷的，我每天直播6、7小时，可能看不了手机，因为我直播手机是放另外一个桌子上的，所以他可能这样联系不到我。哎，那你就这样说你要不也去做一下带货主播？你每天嗷嗷喊个7个小时，你也就不想跟我说话了。还有个岗位叫运营，你可以跟他配合。就他说一句，哎，对，什么请上就其实这一点你真的要包容一点你的女朋友，因为她刚入职场。尤其是他的这一个职业，他还真没有时间。那你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不跟男朋友分享一下吗？不分享，就前段时间就有一件事情非常让我难过，你知道吧？他换工作了，他都不跟我讲。就前2天，我想着我去给他一个惊喜，然后我准备了礼物和鲜花，然后我知道他6点钟下班，然后我在他公司楼下。我从6点一直等到8点，等了1、2个小时，我还以为他发生什么事了，我给他发信息，信息不回，打电话电话也不接，到最后我还是从他朋友嘴巴里知道他换工作了，他不仅连工作换，他连家都搬了。你真的都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呀。这个女生要解释一下，这个对她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导师是这样的，因为我换工作，我觉得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在这个工作可能不开心，对吧？我不太想把负面情绪，跟他一直在说。我觉得他上学挺忙的，学业压力挺大的。包括我搬出去的是因为什么？我就想我从父母家那边搬出去，我想自己独立一下。因为我朋友正好就可以帮我搬家，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哎，你这个说每天直播6、7个小时，嗓子哑了，见了男朋友不想说话，想放松，我还多少能支持点你啊。但是你说你换工作呀、搬家呀、换地址啊，都不知会一声，这个还确实得让我们难免会觉得你可能是不是不喜欢他了？他总是觉得我 get 不到他的点，你知道吧？然后他就不想跟我说，我很想知道呀。啥点 get 不到了？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上次举一件小事情嘛，我之前买一个很喜欢的口红，那口红是限量版的，他需要抢，我想让他帮我抢一下，叫他朋友或者说叫他的同学一起帮我去抢一下这口红。结果他第2天还是第3天，我到家收到了一个路由器，我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都能怪到我头上。他当时他跟我说话，他也不解释清楚，他也不说清楚，他就说你找你朋友帮我抢这个口红，很难抢。我当时就去想了，那你抢不到这口红，是不是你网不好呀？我当时还花1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路由器，然后我就想从根本上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这点他没有 get 到你的点，这个确实是没有 get 到，是吧？对，我觉得正常思维应该不会去选择。所以你就因为他不了解你究竟内心想的是什么，也不是啊，包括不跟他沟通啊。包括像我之后，因为每个月我需要做个 PPT 嘛，月总结需要讲一下我这个月月绩，包括我这个月做了什么。因为我想我对象他学设计的嘛，我想他帮我美善一下，就是改成一个简洁大方的那个 PPT。我可能那时候当天晚上比较忙，我就看了一下封面，我觉得还可以。那时候第2天的时候，我上台讲的时候，给我 PPT 做的跟那个动画片一样，一会冒出来这个，一会冒出来那个，背景音乐做的很杂，就是显得我讲那个我的重点都讲不清楚。这是真不怪我，你知道吧？当时他找我说他终于有事能够让我帮到他忙了，正好我也会，然后我想着我帮他锦上添花呀。然后我当时从10点钟一直做到3点，然后做完我就发给他了，他自己没看，辛苦了。反正是没有理会女朋友的意见。对啊，所以总觉得总想小题大做。你就问错人了吗？你下次找那个什么智能软件，人家肯定能 get 到你的点呗。确实，这个说法也是跟我也有一点关系，我没有自己检查清楚。那么我们听到现在都是冷的时候，有热的时候吗？也有，就像我之前，我可能确实觉得我对他可能确实比较冷，所以我觉得我请了几天的假，我想带他一起出去吃饭玩一下。我觉得情侣之间嘛，出去旅游其实也挺增进感情的。然后我选了一家不错的餐厅，我想我请他就一起出去吃个饭，一起聊个天嘛。
他就非要把他钱 A 给我。我在想，你情侣之间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他结果第2天就把那个现金寄到我公司，我不理解他这个行为，真的很不理解。就是老师，我觉得男生不应该花女生钱，有错吗？我觉得我是男生，我也有点就是尊严呀，你不能就把我惹生气了，就随便就给我个糖啥就把我哄好了。我只是想就是让他多了解我，然后多跟我沟通一下。然后我觉得我又不是小猫小狗，你随便给我一点好处，我就那个啥了。我真的没法理解他。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就上个月我们俩出去玩，我带他去北京玩，然后选了一家也是北京比较热门的一个餐厅，包括环境也是比较好。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多，我带他进去，他一进去脸就大开了，我真的很不理解他这个反应，真的也很不理解他这个意思。为啥耷拉脸？我不是耷拉脸，你知道吧？当时他带我去北京玩，我当时可开心了，我当时还跟我的好哥们他们说，我女朋友带我去北京了，然后我还挺有面子的，我想他对我好好。当时他带我去那个餐厅，虽然那个餐厅环境很好，但他那个菜品确实一般呀，他自己都没有吃2口。我当时想着他对这个菜没有胃口嘛，我就跟他讲，要么咱们去吃那个北京的特色，就是炸酱面。他可能就以为我对就是他安排不满意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在扫他的兴。因为我每次买东西他都喜欢说2句，因为我干带货主播嘛，我每天也比较忙，播6、7小时，那我1个月可能挣个7、8千这样子。我想我存个几个月，我想买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每次买，我没花我父母钱，没花他钱，他总要说2句我不开心的话。所以你看，女朋友说起这些来，情绪还是有的。他说我一直管着他，我根本就没有，知道吧？就是我觉得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我想去磨合他，他也就是也得向我走一步吧。就他有他的价值观，我也有我的价值观。然后我就想当主播，一天要工作好多个小时，然后很辛苦，1个月工资也就7、8千。然后我就想，咱们也该未雨绸缪一下，就是咱们工资又不是1个月10万能买个1万多的包，我说咱们就不能就是太花费很多，我就想跟他表达这个意思。而且我只是在给他提意见，我又没有真的让他这样做，而且他不也没有做吗？那你觉得有扫他的兴吗？可能我当时语言确实有点不太对，但是我当时我就是想跟他交换一下意见。哎，你们俩其实讲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的不同观点，2个人在感情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价值观和认知，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你们想过吗？可能我跟他真的不适合再走下去。你是想分手了？对，我想分手。那女生呢？我其实不太想分手，我觉得谈恋爱这事情有矛盾，我觉得挺正常的。包括就像他为我付出也挺多的，我也不想有负于他嘛。你不想分手有什么方案吗？就是以后也会多抽出点时间陪着他一起，但我也就希望他就是不要总是那么胡思乱想，不要那么特别敏感。所以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哈，可能是性格，也可能是现在你们身份就是社会角色不同带来的一些隔阂。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啊？我们问问这对夫妻，他们的认知跟那个价值都不在一个点上。假如他们不相互在磨合，或者相互多沟通一下的话，那有可能就是面临会不那么好走下去。这姐姐说的比较委婉啊，就可能要分手了啊。这先生呢？觉得他们俩性格好像不太一样，就总不在一个频道。这个矛盾点就是我觉得在这里。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那是心往一处走，劲儿也往一处使的，是吧？对，你俩像他俩这么大时候，那还是很热烈的爱着的吧？翻墙都要跟他在一起的哈。哎，回忆一下当年的美好啊！再想想你们现在还不如人家俩呢，人家俩不怎么吵架呢，你俩天天真的是针尖对麦芒一样。好吧，听听老师们的建议。男生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应，无所适从，对，但是又心有不甘，对，又经常的在撞爱情的南墙。对，我就是想跟别的情侣一样嘛，甜甜蜜蜜的多好呀。但是他一直冷冷的对待我。但是男生，你有没有尊重相互之间的不同？他走上社会了，有一份工作，在职场，他只能全情的投入。你是在校学生，可能对社会上的这一些竞争还不了解。另外，就像官宣的这个问题，我们谈恋爱何必让天下人都知道呢？但是今天女生的这一些举动，你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冷，是因为初入职场，你痛苦的是他对你的不理解，甚至是对你的纠缠。
所以两个人透彻的说明白很重要。男生的这一种力不从心，我能够理解，他对爱情的评判很纯粹，很单一，同时呢也很幼稚。但是面对这样的一种误解，如果真有爱，我想你是需要主动的去化解这样的一种误解误读，去拥抱，去温暖，让他真切的感受到，我真的是为了这一份职业，我并不是降低了对你的爱。所以女生今天主动权在你这里，如果还爱这个男生，那今天你就表白清楚。先跟小伙子说一句啊，忙工作有些时候真是不得已的，尤其是这个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以及初入社会时间不久，很多时候没办法的。但是你说他真的时时刻刻都把工作放第一位吗？也没有，他也会想着计划，比如说带你，包括他精心准备的餐厅一起吃个饭，就是他把自己认为好的也给你呈现出来了，然后也在用心。其实女方也希望你对他能有更多的理解，并且认同他的付出一些。然后还有姑娘，你真的有太多事儿没跟他说了，就是搬家这件事情，你自己的男朋友都不知道，还是通过你朋友知道的，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费解。其实他想要的东西很简单，2个字，就是惦记。你有什么事儿，你稍微跟他说一声，就哪怕你做完决定之后，你告诉他一声，让他知道一下也好。就是他卡在哪儿了？他卡在对你步入社会之后，对你很多东西不了解了，他觉得失控了，他觉得爱情不是他想那个样子了，这是你们之间的目前的一个鸿沟。但是小伙子也快工作了吧？啊，工作了就能理解了。我建议你们啊，就是暂且最起码不要分，至少啊，等你工作了，然后工作了，比如说有个3、5个月这种之后，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分啊，因为确实可能你没有步入社会，不理解他现在一个状况。哎，然后就是我能理解你们可能1个月能见那么1、2次啊，你的表达欲会有很多，希望在一起的时候2个人能好好说说话。但你的表达他应该不是没有完全给你回应，只是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敷衍，好像不那么走心，或者他可能觉得这会儿工作很重要，不重视你的感受了。其实并不是，如果说他真的就觉得工作重要，那1个月还见什么1、2次，见什么见，别见了。愿意见也说明了很多的问题，所以2个人再好好磨合磨合啊，只是目前有一点阶段上的不匹配而已。好，谢谢西大。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的问题的话啊，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微信的公众号搜索西大，然后关注。那如果您回复了"爱情保卫战"5个字呢，就会获得我们粉丝的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说实话，就像西大说的，你们俩不在一个人生相同的阶段，其实对彼此的需求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靠想象就能够理解的。这个话尤其是说给男生的。还有一个真相是什么呢？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她可能也喜欢你，但是你还真的不是一个现在和她并肩在走过一段人生旅程的那个对象，你可能搭子都差点意思，你是调剂品。她现在满心满脑子都是工作赚钱独立，她都要从爸妈家搬出来独立哦，你注意这个词儿啊。但是人嘛，也不能老是一根弦绷着，他也需要调剂，这个调剂品就是你。你知道他为什么选你吗？因为你的影响力之微弱，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困扰，他完全能够在这段感情当中，他不是要控制你，他不控制你啊，他在这段感情当中，他完全能控制自己。你闹他也无所谓，你嫌他冷他也能够无所谓，不影响他的情绪。他需要调剂的时候，他说来宝宝，我带你去北京，然后你就高高兴兴背着小书包就去了。所以你是他的调剂品，你不是他的恋爱搭子，你也不是他真正现在爱的那个人。但你说因为这样就分手吗？我倒觉得也没有到完全分手的阶段，因为在现阶段你还是他需要的那个人。但说实话，姑娘，我觉得这样不厚道。一个20出头的男生心心念念的喜欢着一个女孩，你冷冰冰的回应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自己的任何事情不和他分享，喜怒哀乐都不跟他分享，
你让他的一腔热情无处释放，他多难受啊！你要去分享，你要去体会他的需求，否则你就不厚道，你就是占人便宜。但是男生，我劝你啊，你也放平常心一点吧。他和爱不爱你无关，他的人生阶段现在爱情靠边站，人家主要是忙事业呢。如果你是一个恋爱脑的男生，你在这个大学阶段你需要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情，你就别找他。你要说我就喜欢他的独立，他的优秀他的强大，他能带着我吃好吃的出去玩，那你就接受这份你不能左右他生活，你无法分享他很多喜怒哀乐的现状，然后自己赶紧成长。你成长成那棵大树，你们还真有可能能够走得更远所以停止抱怨，努力生长，也许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要是你，我可能就离开了，因为我根本找不到我在他感情当中的必要性。他生病不需要我，我都不知道；他搬家不需要我，我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是他的工作不需要我，7、8个小时之后他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他的情绪不需要我，我再怎么去努力，他的情绪都热情不起来。那他哪儿需要我？那我不是多余吗？所以我要是你的话，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多余，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他商量商量，我多余吗？我在学你的男朋友小王，请你直接告诉我，我的存在对你有什么意义？你的社交不需要我，我一言不发，对不对？你告诉我，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毕竟还是谈了1年多的感情。我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2个谈了1年多，那也就是说，任何人跟你谈了1年多，这个人没有其他的意义以后，你都可以认为这是爱。然后我们2个情绪不同频，我很热烈，你很冷淡，我们2个沟通不同频，我们2个沟通的结果能够把口红变成路由器。你告诉我，我的存在对你有什么意义？他就在找这个，我在你生活当中存在的必要性，我找不着，所以我觉得我像个搭子。所以如果他没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话，就算了吧，分了吧，因为你们连搭子都不是，你们根本就搭不上。谈恋爱得谈吧，至少需要用2个器官，一个是嘴，一个是耳朵。女生的嘴好像被焊死了，男生的耳朵好像被塞满了，一个懒得说，一个听不懂。所以你们俩在干什么？女生什么事情都不想去说，换工作、搬家，就连拽给男朋友你帮我做个 PPT 都懒得去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样的，没有分享欲，没有交流的这种需求。男生在女方这边情绪失语的情况下，你共情能力是0，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什么，你不了解他，一直在追着他，他在跑，所以你们2个人根本就没在一个频道里面你们俩搭不上所以赶紧分吧，别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男生赶紧去忙你的学业，你也要毕业了；女生赶紧夯实你的工作方面的专业，因为你现在在面临着社会这个复杂，压力很大。各自忙有意义的事，总比在一个舞台上，这分明是独角戏上去浪费时间和精力。老师们都指出了很明确的一些方向但是未来何去何从是你们自己要去选择的。那我们请2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来，请回。好，看看我们第1组这个夫妻他们的选择那我们这个要不要设一个前提愿意冰释前嫌，缓和矛盾，好好沟通，一起爱孩子，好好过日子，咱就手牵手出来他们一定会出来。先选择用温柔的方式，彼此在台上说一段话，从温和开始，好吧？决定温和相处了，咱们就出来否则你们继续吵吧，我们也管不了了。来，请开门。这对夫妻应该会出来，那肯定你看，这还是笑着出来了吗？一起回答我一个问题：爱不爱？爱。
你咋不说话？光点头，爱不爱？爱。哎，就你最爱，我告诉你，从你跳窗到现在，你没停止过爱他一天，找不好方法。我跟你说，你不好爱他，就是不好好爱自己，从爱自己开始，从爱老公开始，好不好？来，丈夫好好跟太太说几句。以后我那个脾气也尽可能的好一点，有耐心一点，为你为这个家，多努力一些。那我也尽量改正这些不好的地方，为了我们这个家。哎呀，这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可以拥抱啦！抱一下，抱一下，多抱会儿，多抱会儿。回家好好抱，回家好好抱，来，请亮灯。哎呦，哎呀，好了，更多温情的话留给你们回家好好说，好好相爱，好吗？好，谢谢老师们。争取不吵了啊！祝你们幸福，再见。好，谢谢，感谢。不用感谢我们，你还是牵着太太手吧，我们不用握手了啊。哎呀，搂着也行。再见啊！我们这对小情侣这还出来吗？我认为会出来，我还希望他们出来。行，看看他们的选择啊！来，请开门。走了。这个不同频也不够爱的两个人分了也是好事儿哈，希望大家都能成长起来吧。也感谢5位老师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